这些学生都是每天都在等直播的。大叔已经来了是吗？上线了，已经上线了。大家好，大家好。你 Instagram 上去了吗？对，我开一下 IG 的，IG 开了。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关于教大家如何能够快速的说中文啊。好，那这个就是说快速的中文吧，并不是快速的说中文，就是一样吗？也不一样吗？快速说中文是很快学会说中文吧？学会说中文啊，对，那是学中文的，我说的是说快速学会中文，所以对有歧义了。这句话的话，其实有2个解释方式了。不过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怎么说中文说得很快。对，其实我觉得中文好像整体而言还不是特别快的语言，你像西班牙语等等，应该是很快的吧？我听的根本抓不住词语，有时候没有听过的话，我觉得也挺快的。你比较一下好不好？因为你是中文母语者嘛，然后你也在学西班牙语，那你比较一下，到底讲中文快还是讲西班牙文快？都可以吧，就是中文想说快也可以，跟母语者的话但就是因为他们看我是外国人，可能就会放慢语速，会照顾我一点，对。但是的确，我觉得可能说西班牙语的话，速度确实很快。我觉得像英文有没有？因为英文有连音，就会很快。然后拿得到，他们不会念拿得到，他们拿得到。茶树，你今天这个声音好像不是特别好呀，我怎么觉得？对，我忘了把麦克风拿上来了，在地上。我就说怎么回事？很遥远的声音。对，然后像英文就会说拿得到，对不对？对啊。那中文就是不客气，不客气，你也不可能再快了嘛，不客气，不客气就最快了。因为中文它是一个个字，它还是很就是必须说出来的。你像像英语啊、西班牙语，它连音真的很多，我听不出来，很难听出来。这个对我们学英文的这个母语者，对我们学英文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像英文这些外国的语言可以说得非常快，然后真的听懂是个很大的障碍啊。但是其实说到中文这个说快，我觉得就是咱们大叔做节目的话，在直播的时候。我们3个相对还蛮快的，而且不是为什么你们2个我上课跟我的学生相反的话更慢？对，那肯定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很多 IG 的上面的中文老师，他说话更慢。笨叔，今天你吃的什么？就会这么慢，对吧？但是我们要做播客的时候，我们3个因为畅所欲言，也不需要大家完全听懂，因为有字幕的话会快一些。对，所以我们可能今天的切入点是这个，怎么说很自然的，就是很平常语速的，相对会快一点的中文。对，那基本上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说话跟平常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在教学生，像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刻意的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说清楚。对，那这个对一般母语者聊天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怎么把中文说快，首先我觉得就是你要先大量的输入之后，熟悉母语者说话的速度。其实中文还是有一个我们中文说抑扬顿挫，对不对？对，我最近就是因为我关注一个频道，那个频道叫 Mandarin Blueprint， 是一个很好的学汉字的一个公司。然后因为我关注了这个频道，所以他总给我推短视频。然后那短视频里面有一个那个光头的有一个老师，然后他说话吧，他每一个字都发的特别的标准，声调也特别的标准。是个光头中国人吗？光头中国人，光头的美国人应该是美国人。那个老师就是他发音真的咬字特别清楚，每个都很清晰，说出来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给你自我介绍一下或者是今天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虽然他发的特别标准，但是就感觉不自然，就少了茶叔说的那个抑扬顿挫。对，就是他可能也是抑扬顿挫过度了，但是他每一个字中间都放了一个很平均的一个停顿，
就没有轻重缓急，就是有些音它要重一些，有些轻一些，没有这种感觉。对，我们做事情有轻重缓急，我们去说话也有轻重缓急，然后还有抑扬顿挫，所以我们中文还是有一个节奏感在哦。对，特别是我觉得中文一定是一个词语的单位，所以词语跟词语之间还是会有一些很小的一个时间的间隙，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比如说自我介绍，对吧？自我介绍它是一个词，对吧？对，那你就不要说自我介绍，你要说肯定是自我介绍，有一个重点，自我介绍，它有一个自我介绍，我要自我介绍一下，对吧？你把那个你自我介绍合在一起，对。你比如说，就像我频道的开场白，大家好，我是李灿。其实最重要的点就是大家好，还有李灿，大家好，对吧？大家好就是大家好，就是一个好，大家好，好会中毒，大家好，好是中毒的。我说李灿，李灿是中毒的，就这两个其实给大家已经足够多的信息了。当然，我就是故意说的很快，但是就是说实话，在平常说话里头也是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大家好，肯定是好比较是重点嘛。大家好，然后你的名字是重点嘛，对吧？对，所以这个第一个把中文说快的技巧之一，就是大家一定要以词语为单位来说中文，特别是常用的这个词组，比如说有意思，对吧？有意思啊，那很有意思，对。那我们就不说有意思，对啊，真有意思，就很那就很不自然，有意思了。就算你是母语者，也不会这样说话啊。虽然你要刻意讲清楚，但是学生这样学也是，感觉是没有把词语当做单位。像刚刚灿叔说的，大家好，太慢了，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反而大家好是我们母语者会这样说，大家好，还有这样子。这样子，这个很台湾对吧？所以就是我们会以单位，我的名字不会说我的名字，不会这样，我的名字我们会连在一起。我们 Q 一下同学们吧，我看一直有同学在 Q 我，同学们不要没有人 Q 你吗？对啊，好来裴静还有林子。他们来最早颗粒，比心还有颗粒，好久没看到颗粒了啊！法国的颗粒，宋平，这个聚恋之城呢，常常来 Real Ghost 啊，对对。好，还有这位 G 同学，好，还有这个 Sofana， 欢迎。有同学问我们觉得英文难还是中文难？这个很难。我们中文是母语啊，这个怎么算？其实我们也在教中文，然后其实我跟灿叔也是英文是我们的本科嘛其实我本来觉得英文很难后来慢慢开始教中文之后，我觉得中文也蛮难的，说实话。中文难，中文越教这个书面语啊，然后毕竟中文是5000年历史的积累，所以中文是会越学越难越学变化越多，我也觉得。对，你会觉得真的是博大精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最近我其实晚上闲下来的时候在翻译小说玩呢，我就在翻译英文小说，我就发现其实中文这个语言啊，它特别特别的自由。你要比如说一个英国的就是英文的小说，你要翻译成法语的或德语的，它大多数是遵循原来的这个语法结构的，不会太大。中文的话可以把它变得特别不一样。你要是要把它变成很地道的中文，就会绝对会变得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中国可以把很多比较啰嗦的东西变得很凝练，4个字，不是成语的话，它其实变成4个字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中文是一个很自由的语言，越是自由的东西越难把握，越难学，其实是这样。没错，这个我同意好，这位也是我们的会员了每次都来听我们的直播课。欢迎说你说西班牙语是吗？是法语吧？西班牙语。No. Me ha preguntado sobre si puedo hablar español, castellano, así que sí, hablo como un bebé, solo uso forma presente, no uso subjuntivo.
我们已经变大叔西班牙文了语，大叔西班牙语，对，西班牙语还挺好听的，你说起来就是对，这听起来很有但是我节奏说的感很对简单啊，我就是够用就行了。但是我就是要逼我自己，我现在学这个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知道我如果不参加这个，我的西班牙语永远没有进步对，等于说对用这个方法学，因为听笨叔在说西班牙语的真的很有节奏感，对不对？很有节奏感，感觉很悦耳。没错，是吗？啊，真的是的，它和你没有关系，是西班牙语本身好听啊。对啊，如果我们会说，我们也会这样说的，我会说的很好听这样子哦。好，欢迎这些同学哦，你们的名字我们不太会念，这位 ZZZ， 你看这个 IG 上有同学说，哇，太好了 ，Your Spanish is good。哎，对耶，这个我觉得发现 IG 上有很多会西班牙语的同学哦。有人说我第一次参加你们直播间，有人叫迪安娜，迪安娜你好。好 ，OK， 我觉得要开一集让Ben叔秀一下西班牙文，说不定会很多粉丝爱上Ben叔。以后我会开一个用西语教中文的，对 Instagram， Ben叔西语之类的这位 Flying Apple Man 说想要参加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在上班，但是要上班啊，上班，话音过度了，上班，我要看视频儿。对，像这样这句话，就是我们就可以加一些抑扬顿挫，对吧？就是你们好，我真想要参加这个直播。对，这个用这个句子为例的话，其实我们不会说我真想要，不会这样说我真想要参加，这我们会词组为单位去念，然后要表达你的情感的话，你可以我真想要参加可是我在上班，你可以加重音，对，上班。这个真的是，我是觉得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从说的很快，而到这个点，反倒我觉得真的很重要。中文的节奏在哪里？因为很多学生他其实就是没法掌握到中文的节奏，所以你听起来就不怎么像中文。虽然像笨叔说的，有些每个字的发音可能都挺好，但就听的就不像中文，因为它的节奏没有找到。对，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中文是一个比较情感上比较保守的语言，就是我们说话其实比较平。我们一般也不是我真想要怎么样那英文会说 I really 他们可以加重音在他们要的字上面，中文反而比较少这样做中文可能会在这个句子里面加一些词语来加强我们的情感。我是这样，中文它其实有时候有重音的部分，就是这个整个句子里面的这个最重要的部分，信息的部分，信息的部分它会比较加重读出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在参数基础上，就是大家在说话之前，你先自己在大脑里想一想，你要表达的信息是什么。没错，你先把你的信息想清楚了，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哪个信息是比较重要的，你希望听的人去把他的注意力放在那个最重要的信息上面，那个地方你就可能要重读然后你在脑海里组织你的句子的时候，你也可以进行一个这个组合，对吧？把那个常用语的部分或者一个词的部分，你把它很快的说出来，这样的话可以让听的人，你的目的是为了让听的人更方便的理解你要告诉他的信息和内容。对，好像还有中文有一些习惯也跟英文不太一样，那这个也是让说话变得比较自然或快速的方法。比如我们说这件事我们会说我想做这件事我想想看这个例子这件事我们下次再谈，我们会把那个宾语往前挪来变成这个说话的重点，我们可能会调换一下宾语的顺序把宾语放在句首，所以就对，我们可以说我们等一下再谈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你要加强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会把宾语往前挪，而不是语气的改变。所以你会说成这件事情我们稍后再谈所以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往前挪。所以英文会在语法的顺序上做一些改变，来加强我们要强调的信息所以这个是中文跟英文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可能英文会说 we'll talk about it later 可能英文会强调那个 later 或者是强调 we'll talk about it 之类的不同的字
好，好多信息是不是要读一读？对啊，大家都很积极极的在互动啊，谢谢大家。这个春娇欢迎Coomer 同学，菲菲吗？菲菲，你帮我们点赞啊杨菲菲，对，要记得帮我们点赞哦，你们不要只看我们聊天看到忘了。赞，对，要留言哦，看一下说一下哪个老师最帅。来自澳大利亚的朋友啊，好 ，OK， 这个 excelente el español entiende perfectamente muchísimas gracias 我们真的要开一堂大叔西班牙语了哦。对，好，然后变叔会说西班牙语很厉害，对，变叔好厉害。然后史安达来这个参数念一下好了。我觉得都很难，你学的语言离你的母语越远越难学啊，就是和你母语差别越大越难学。差异越大的话，对不对啊？像中文跟英文差异就很大，所以不要跟别人比了，跟你自己比。比如你要是想把你的语速加快的话，你可以把你最慢的一次先录下来，然后在那个基础上你可以多录几次，然后计时看能不能把同样一个句子用更快一点的速度说出来。你的嘴型，包括你的嘴型，可以能不能再放松一点，再小一点，然后把这句话说出来，跟自己比就好，不要看那个威廉那么厉害，我达不到他那个水平，我就放弃了。最好还是跟自己比。其实还有一点，威廉我们都知道他中文很好，但他中文好不是他语速很快，而是他很有中文的节奏感。其实我们现在会明白，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得多快。中国人当然可以说得很快，但你不用说太快，不要以这为目标去追求。是这样想。这个我同意，我同意灿叔的。还有就是不要太在意每一个音的声调，或者你发那个音准不准。有时候有同学在想，哎，我这个音发的对不对的时候，就卡在那个音了。比如有意思就卡在有意思。虽然你的意义你发清楚了，但是你那个停顿，听的人就想有意义吗 ？meaningful，但是你说有意思什么意思啊？有意思，你让听的人想2次就很累。你如果是有意思或者有意思发错了，但是听的人一次就 get 到你的信息了，对吧？对。因为变叔说的也是这个词语的中文，就是以词语为单位的语言。对，所以如果你说有意义就停了。然后再说死，我们会想成是2个词语，就变成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美女，有一个帅哥，有意什么吗？对，那就是其实我们中文就是你只要把词语念出来了，我们都可以抓到它的意思啊，意思我们就知道了。你就算念的意思，我们也可以听得懂啊。对，好 ，OK。好的，牧尘，哇，来这个太长了，让变叔来好了。来，这个怎么样？抑扬顿挫的把这个读出来。来，怎么？变叔，你先用一个，你先念前2句是没有抑扬顿挫的，我们听听。没有抑扬顿挫的啊。对，老师们好，那按照你们今天讨论的题目，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好，这个第一个没有抑扬顿挫，第二个没有词语的概念。而且在读的时候可能在想这个字是什么，对吧？就读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意识到。对，那这个不仅不地道，而且会让母语者比较不容易听懂你在说什么。所以抑扬顿挫那个起伏灿叔不见了，灿叔掉了啊。好，来，对 AI 的声音就是AI 的声音是老师们好，那按照你们今天讨论的题目，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个是 AI 的那个 Google AI 的声音。没错，所以这个听起来就会很像机器人的声音。那变叔，你示范一个有抑扬顿挫的，我们听听看。老师们好，那按照你们今天讨论的题目，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好，各位同学，像变叔刚刚说，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其实就是你会有一个起伏，重要的信息会起伏，对不对？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们觉得最重要，对，好，所以就会有一个抑扬顿挫的起伏，这个是大家绝对不是短时间能够练成的，你一定要大量的输入跟大量的输出才有可能做到。比如说你可能要把变叔这一句话录下来，一直去模仿它。然后或者你先分析好，你先自己看一下，
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没错。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这样有一个过程啊，有一个过渡。就是除了模仿母语者的这个抑扬顿挫跟他的语调起伏之外，你要了解他这个句子的结构跟最重要的重点。那这个句子最重要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特别我们希望各位同学是学习者，你们在讲中文想要说快的话，你们一定要先了解一下抑扬顿挫，还有这个。说到这点，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这些东西你要是所有东西都去分析，那会很累，而且其实你会很难说好，越这样越觉得越难，反倒应该形成一种习惯，就是其实我觉得刚才茶说到一点，就是模仿，我们不断去听中文说的很好的母语者他是怎么去说一些话的，你听多了，你自然能抓住重点，然后你就知道哪些应该读，不自觉的，这样才能锻炼出来这种习惯啊，这种能力。你要每个分析呢，就是感觉有点像分析语法一样，那就太难了。说话的话，这样的话感觉会特别浪费时间。对，当然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就是它中文是有这个就是轻重缓急的意思要突出的，这些东西肯定是要知道啊。对，我觉得说很快的中文，绝对是要大量的输入，对，因为你必须了解母语者说话的方式跟态度，甚至你要去彻底底的去模仿母语者的语调，你可能你是男生，你挑一个你喜欢的男明星，或者是男的艺人，然后去模仿他说话的声音，然后通过大量的模仿跟训练，然后再内化成自己说话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说快中文的重要的重点。好，那这位同学问说，3位老师哪一位？这是什么问题？这个不用回答吧？你想造成我们3个开始打架吗？好 ，OK，好，我们有 Tina 同学还有 Nana， 还有 Diera 还有这位不会念你的名字，好，晚上好。好，再来我们Ben叔念一下好了，来我也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你们的直播间，但是有考试要对它准备和学习。我们说我们会准备就好了，我们会准备考试就可以了。好，这位同学应该是西班牙语吧？背出来他说他学习他已经学习中文2年了。然后Ben叔看不懂啊。Estinada 我真的不认识什么意思好，可能是难吧，应该是，可能是完了。这个直播的时候就露怯了。那我们直接跳过了，同学抱歉，你写的西班牙语超过我们的理解范围。对，他在建立他自己的学习曲线，他的一个意思。贝卡说好久没有来看直播课了，我写的字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 Real Ghost。好，来这个为了说快，你来读。为了说快，我很多次一边听中文的句子，一边说那个句子，越来越快。我模仿电视剧或者你们的播客这个很那这就是影子跟读了嘛？这是影子跟读。其实要说快中文，我觉得词组的训练很重要。像我们刚刚提到威廉同学，他其实会到那个 Anki 里面Anki 是会做很多词组的训练。他会去输入很多句子，然后把正确的词组写上去。所以威廉也是利用词组的方式来学习中文的句子结构。那再来，他身边有非常多的母语者，每天跟这些中文母语者大量的聊天，所以我觉得模仿我们说话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我们3个真的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就是按照自己说话的那个感觉来输出。我们的句子都是比较这个原汁原味的，不是说我们先想一想我们应该每一句话说什么，然后再说出来，那就不对味儿了，感觉。对，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一个很多说有个语言偶像，其实就是这样。你找到就是和你这个发音的习惯等等都比较接近的人，你可以去模仿他。就是最早就像我和茶叔是我们最早时候说方言嘛，而且我们口音比较重。一开始我们都是经过练习的，
要说普通话也要经过练习。我还真没听过那个茶叔没听过什么说非常那个台湾口音的，对，让茶叔给我们表演一下。茶叔可以来一段那个台湾口音的国语吗？为了收快，我一直都粉多次。哦，真的是这样吗？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了，因为我已经把自己就是训练的很对训练了，已经没办法了。对我现在就干脆直接说台语会比较快，不然我已经没有办法变得非常台湾国语了。但是那会不会他们听你说话觉得你是大陆来的？也不会，因为基本上台湾人说话最大的问题就支持是不分。N 跟 on 也不分，所以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上课我也会说得快，那些音也不会去分它，所以这个其实南方人都有这个问题。有啊，我的意思就是当时我也经过训练，我其实找了2个我比较喜欢的这个发音的人，就是说话的人，一个是郭德纲，一个是陈道明，他们2个说话很好听，我听他们就是主要是看采访因为比较自然嘛，没有事先准备台词那些东西，就自然而然发出来，就不断去听，我感觉就能找到那个节奏，然后说话的方式都有这种。其实我们母语者要说中文说好听，也要训练，要锻炼，对吧？对。所以这个各位同学不要觉得母语者自己是不需要训练的，像我跟灿叔是也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训练，才可以说的比较算是正统的这个正统啊。我们不能说一定这样念是对，只是说我们当然教汉语要用比较大众接受的正统的这个中文嘛，所以这个我们也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好 ，OK， 然后哇，好太多人了好，林子帮我们点赞了啊！就刚才 Instagram 有一句话，就是有一个人说他说我也是说西班牙语的，他说什么我看不懂。然后这个 IG 有人说他也很喜欢郭德纲老师对，郭德纲的说话是很。我觉得男生的话，我个人觉得男生不要找郭德纲啊，因为太天津了是吗？天津的感觉，有京味儿比较重。他其实说相声的话，对，我觉得你们可以找一些明星说话好听的、有吸引力的。我觉得有魅力跟正统是2回事。我个人觉得各位同学可以找你觉得他的声音很有魅力，这个年轻的偶像派吧，偶像为了保持自己的那个魅力，肯定会把自己的音就是发的特别准。因为如果我跟一个说话像郭德纲的人聊天，我会觉得想睡觉，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建议各位同学找的这个人，你要模仿的这个人说话，第一个是有魅力的，第二个是幽默。那主持人吧，主持人可能会好一点。对，因为说话幽默的人，一方面你也可以学习他使用语言的技巧，跟他说话为什么幽默，你可以找到那个特质把它学起来。对，但其实茶叔给我一个思路，就是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特别有往北京音那边靠的这种学习方式。其实中国也有很多南方出身的这个主持人，他们说话其实也是标准中文，也很清晰。你比如像湖南的主持人这个何炅，他说话就很清晰，也挺适合大家去模仿的。就是说他那个比较自然了，他就是因为有的主持人太官方了，那可能看一些这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比较好。我也建议大家去学自然的输入，自然的人。自然的说话的母语者，你不要去学那个央视记者的声音，那个可以看看真人秀吧，真人秀节目，中国真人秀节目还蛮多的比如《非诚勿扰》，《非诚勿扰》就真的一次一个男嘉宾跟24个女嘉宾在台上，所以你一次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口音，然后而且你也知道《非诚勿扰》它的内容肯定就是相亲，问你每天生活的爱好啊，你的喜好啊，所以这些的话，我觉得这个内容是挺适合对，你说起综艺，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很多中国大陆比较流行的综艺，就是那种观察类型的综艺就是它有户外的一部分，然后呢，在室内有一些主持人或嘉宾，他们聚在一起，就他们看完一个片段，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种我是觉得很适合。对，有那个这种新的相亲模式，就是把3个男嘉宾、3个女嘉宾在一个房子里边，然后看他们有没有化学反应，谁和谁谈恋爱，
然后在那个有一个室内的直播间，很多嘉宾就说：“哦呦，他们两个好配啊，他们好甜啊。”就是会在另外一个摄影棚去评论，对不对？对，就感觉像反应视频一样，但是他们当下就有评论，会有那个小头会出现，然后就是一个片段放完之后，他们又就着一个当下之前放过那个片段会讨论一下。我觉得讨论那个部分，这个双还知道这个叫我们恋爱吧，是吧？这个叫是不是看过我们恋爱吧？我们恋爱吧。所以其实我们大叔们建议的就是，各位同学也未必真的要找一个目标来去完全学习他的口音，你也可以大量的去看这个中国的一些各式各样的，比如说综艺或什么样的节目类型都好。真人秀会比较自然一点，我觉得什么爸爸去哪儿啊，这样可能更简单一点。对，我个人是建议不要去学习央视的记者，或者是像郭德纲那样太过正式的因为他们为了要播报新闻，也必须很正式的说话，而且新闻不建议。很多人都说，哎，我要看新闻来学习中文。我觉得，第一，太正式，你口语中这些词不适用；第二，跟你的生活每天的生活太远了啊；第三，就是他们说的，就是另外说的太标准，又变成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是对，然后他们在说话的使用上会加入非常多书面语的东西，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只是要单纯训练听力可以，如果你要训练自己口说的速度变快的话，那比较建议去听一些生活化的综艺节目，或者是身边的母语者可以跟他学习，找那个感觉。对，听多了那个你就脑海里有那种语感说话的感觉就会慢慢出来。那如果你要影子跟读，我也建议你找一个比如说你喜欢的艺人，或者说话很幽默的主持人，会比较适合一点。甚至你觉得哪个汉语老师说话的那个调性跟口音是你喜欢的，我觉得你可以去模仿这个汉语老师好 OK， 哇，真的太多看不完是这个月莹说学中文对说法不要操心太多，过度练习多不要说话吧，过度。对。我想学中文对说话不要操心过度，多练习，自然会觉得自己说话有一点进步的感觉。对 ，OK， 那这个月莹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太操心，我觉得也是，就是压力不要太大我觉得学习中文，第一个要把它当做一件享受、快乐的事情。如果你每天压力很大，给自己太多项目去学习，那其实你学的不快乐，进步有限好 ，OK， 这大树中文就是想给大家传递学习中文的快乐，对不对？没错好，这位小兰。老师们好，我第一次看老师的直播的时候才 HSK 3级，现在已经 HSK 5啦。哇，真的吗？哇，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的，小兰？因为大叔第一次是昨天吗？哇，那我们那个订阅暴增50万，一天就可以通过2个级数好，那我们这位同学来变数念一下。你是否觉得北京口音对于外国人来说比较难听懂我不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每个口音都不容易懂我觉得对外国人来说啦。但实际上那个普通话是那个在以北京话为北京音为基准，然后在河北那边收音，然后对，所以就是可能会是比较夸张，听起来就是特别夸张的普通话不过我倒是有很多学生告诉我说南方口音比较好学，因为南方人支持是不分嘛，不分嘛，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好学，反正你们自己都不分了。是啊，茶叔，我们不要说这么标准其实这样子就好了不用说那么标准标准了变标准了好 OK， 那这个这个 Real Girl 说他是用 Anki 来引子好吧，引子OK， 引子就变成动词了好的。好，这个宇轩有个问题来变数来一下。老师们好，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我学了中文大概1年多，自己觉得进步慢，为了进步很快，应该怎么办呢？
哇，这好大的题目，好大的题目。关键是你觉得哪方面进步慢？对呀，这个因为我们不了解你的学习方法，对然后你的难点，你是说听不懂，还是说不会说，不会听说读写你哪里？还是阅读啊？你这个还是我没有办法通过 HSK 考试啊。宇轩可能问题太大了，对，你可能要再具体一点啊。基本上最简单3个字，多练习。这是最基本的方法。你也给一个很大的回答，就是这样子。多学习，一定要给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多积累词汇，词汇多了，自然而然，其实真的会各方面都会进步起来。我的回答就一定大问题要用大方法回答，多练，多看书，努力读书，努力用功。要坚持，不要放弃，要相信自己可以的，要有自信，要有信心，不要半途而废。不过说到这儿，我的确觉得，如果你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有没有必要把中文说得很快？你们觉得啦？好，来那个，那应该是看我们定义吧，我们要定义那个快的标准是什么啊？对，我觉得我刚才的标准就是说，不要把每一个字都说的那么饱满。就是连贯的说出来，就是在你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你是要学好这个每一个拼音和声调的，但是不是说你就停留在那个阶段，你要进入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轻重缓急、抑扬顿挫，你把这8个字练好了，就会就是能够让人找到那种自然的感觉，我觉得就 OK 了。不是说刷那种。对，我是觉得说快应该是个自然的东西，我们不是为了快而说快。如果你是为了表现自己中文很厉害而说快，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的确有一些学生，他会刻意说快中文，但是他的声音很含糊，而且这反倒不容易听懂，我很难听懂他的语速。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说快是没有意义的。那我宁可你慢慢的说，然后把这个词句语句说清楚。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说中文，我觉得说任何语言都是这样，不要为了显示自己是个很厉害的学习者而刻意把中文说得很快，我觉得那个就没有意义。说快应该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因为你随着你掌控这个语言的能力越来越好，所以你自然而然的说话变快了。还有一个就是同一句话，比如我们现在画面上这个同学说老师看到我吗？也不是说只有一个读法，对，你可以是很高兴的说老师你看到我吗？你也可以很生气的说老师你看到我吗？就是或者很惊恐的说老师你看到我了我不想被看见老师你看到我啦那个对啊，就是不是说一句话只有一个老师你看到我了吗？真伤心的读3年的书，老师从来没有注意到他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你已经把这句话放在那儿好久了都没有读这句话都哭了我觉得贝叔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也可以让这个中文活起来，加入情感的情绪的要素，让你说的话更有情绪。因为我们都是有感情的，人都是有感情的，你的句子肯定要表达某一种情绪在里边。没错，所以我觉得贝叔说这个非常好，就是同一句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句子，你加入不同的感情来念这个句子。我觉得这个训练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母语者说话有时候会加入自己的情绪，每个语言都是这样，当然中文也是这样。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句子可不可以用生气的语气讲，可不可以用快乐的语气讲，可不可以用惊恐的语气来讲。我觉得这种训练，情感的训练加入之后，你中文第一个会说快，第二个会让听你说话的人更有感觉这个也是让中文说快说好的方法好 OK 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很喜欢了就是他一直很喜欢我们的频道，他虽然他可能喜欢很多很多的频道，但对我们都比较是一个忠实的观众，是这个意思吗？送给老师，而且还心里不三不四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能是比较容易选不同的学习材料的
这样的人，但是他看到大叔中文以后就愿意一直听大叔中文，不会有其他不三不四的人。好，这是很忠诚啊。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哇，俄罗斯小伙子来编。俄罗斯小伙儿，尊敬的老师，你们好。我感觉我一直对如何学会快速的说汉语这个问题而发愁。我们在这里提到了北京口音。话说回来，我住在东北，凡是坐出租车时都听不太懂师傅在说什么。师傅跟我唠嗑的话我听得懂，可一旦他开始给其他人打电话，我就一句也不懂，语速也比较快。对，东北的土话比较多，可能不是你听不懂的原因啊。对，干啥呢？那边就没了吗？你那边麻溜利索的，别干事粗鲁反账的啊！就土话。我觉得俄罗斯小伙子，你提到的这个就不只是说话快速的问题，这个可能涉及到口音、方言，还有一些这个当地才用的词汇。不要说你了，我们连母语者都未必听得懂。有，我就经历过这个小伙一模一样的问题。我老婆当时在陕北工作，我就每2个星期上去一次，坐车坐到车站，然后打车嘛。当时没有出租车，就那种黑车。我坐上车之后和那师傅说话，我一句话都听不懂，真的一句话听不懂。还有你不知道，还有就是你不知道语境，你在那一刻，那个师傅跟别人聊天，他们2个已经知道他们聊的东西是什么，你没有这个信息，你是不知道那个语境，但是你跟师傅聊天的时候，你是知道语境的，他会问你你是哪国人，你跟他要聊今天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这个因素在里边啊。不好意思，蔡叔继续。所以我说完了。所以其实各位同学，我觉得这个方面大家也不要太过要求自己。我觉得这个大家用自己的学习方式跟学习速度来学习中文就好了。我觉得还有就是，我是出租车师傅的话，我也可能不想说什么东西让这个外国俄罗斯小伙子听懂，可能那边说什么我就是吗？这样啊，就可能也不会把那个说话内容把这个内容让外人听到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小伙子不用太担心，只要你日常生活跟母语者沟通交流都没有问题，你倒不用太在意因为这个听不懂这个问题，甚至发生在母语者之间，都会听不懂当地方言或一些土话我们都不会听懂的。所以你只要把大家常用的标准中文听得懂，然后能够交流，能够使用就好了。还有就是注意你要知道那个语境，但是在那个语境里你听不懂的话，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对，我就是觉得还是要收集好那个信息，就更容易一点。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说中文的时候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也不要觉得有太大的得失心。我觉得讲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沟通的工具而已然后只要你能够天天使用它，然后对你的工作生活有帮助，这也就够了。不要有太多觉得我怎么学了30几年了都学不好，不用想那么多。你只要觉得学习这门语言是开心的，然后对你的生活有帮助，我觉得就够了。不要有太大的那种失败感或得失心。对啊，快不快其实没有关系啦，你好用得好就行了嘛，对吧？对，我觉得说得快不如说的让人听得舒服，自然。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与其说快，不如你说的内容是符合这个国家的文化，符合这个国家人民想要听的模式去反而多学习语言的文化跟这个国家的这个人的风格，我觉得更是比说话快还重要多了。对。好 ，OK， 我们还有大概5万则留言没有听了有这么多吗？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没有办法了，这个真的。大家现在在哪里？我还挺好奇，就反正要快要说再见了，我想看看你们在哪里。各位同学可以告诉我们来自哪个国家，你是哪一国人？你在宁川吗？这位同学？宁川，宁夏大学，哇，好冷啊！肯定冷的，肯定的。你能听懂宁夏人说话吗？这位同学？那边的后鼻音很重的，鼻音特别重。
我头一次听说有同学去宁夏那边留学。我们 IG 上也好多这个同学哦，也没办法一个一个回复哦，而且还蛮多人在线上的。好，那这个我们那个美味留了好多言了，就读一条吧。他说我去河南都听不懂，弄啥嘞？我去美味，你去河南听不懂，我去河南也听不懂，我去河南我也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他们说方言，我肯定听不懂啊，所以各位同学你们都不要担心，因为如果说到当地方言，我们其他地区的母语者也绝对听不懂的。就像如果灿叔跟笨叔来台湾，我讲台语，他们肯定是听不懂的啊，所以这个很正常。你只要听得懂标准中文就好了啊。对呀，对呀。啊，老挝柬埔寨的同学，对，然后刚来，刚来，我们要走了啊，我们刚要走。好，塞尔维亚人在杭州哇，很少看到不好懂嘞。很少看到塞尔维亚的学生，我其实想去塞尔维亚，因为塞尔维亚现在对中国免签，像灿叔直接坐个飞机就过去啊。哇，我也笨叔，你有要去吗？你今年要去塞尔维亚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其实挺想去的啊。塞尔维亚是不是和克罗地亚很近啊？应该都是那些地方，都是那边，对，是那个东欧那边，对啊，很漂亮风景。Real Ghost 来自美国啊，很早吧？你这边刚凌晨吧？对呀，美国哪里啊？东海岸、西海岸也不一样，不过说不来。东海岸、西海岸就更早了，凌晨呢。因为它是 Real Ghost 嘛，所以都晚上。你晚上都不睡觉是吗？只有晚上应该是 Ghost 嘛，是鬼，他晚上不睡觉的。然后老挝的朋友，越南他在东北，现在我想起来了。现在在东北，对啊，好，跟他是 Real Ghost 没有关系。在美国东北还是中国东北？肯定是中国。他是说来自美国的早上好，肯定在美国吧？不可能在真的。美国东北现在东北海岸现在是也是3-4点吧？越南人是哪？越南吧，越南人吧啊！我是越南人，我以为年人是吧？美国东北啊，是美国东北啊。所以巨燕之城现在在美国了啊。夜猫子，我们有来自泰国的朋友，泰兰好的来自菲律宾。我们还有 fan club 了吗？我们有 fan club， 真的有好 ，OK， 好的。来自刚果布马克说没有本地的人帮你学中文，那很简单。我们应该下回专门找听大叔，就听我们说话。这个3个陪你说话的聊天的老朋友。对，我们这边预告一下。对，我们这边预告一下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每周一晚上7点有直播，以后每周五晚上7点也有直播。所以我们一个星期增加了直播的次数。周一是问答环节，星期一直播有区别吗？周一是问答同学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跟我们聊天、跟我们互动的话，周一。周五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但周五我们更多是大叔们会准备几个我们觉得生活中非常实用的、好玩的，或者是可以是生词、成语、俗语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互相准备什么词，拿出来可能会比较惊喜。我们可能每位大叔准备2个词语，或者是我们会说，来中国一定要去旅游的城市，或者是你一定要知道的中国6个明星、6个歌手，对，一定来中国一定要吃的6道名菜等等，我们会介绍一些对词语文化的东西，这是星期五的主题。对去台湾茶叔一定会带你去的。去的自助餐速食店是哪一个？哪一家在哪家店能补到茶叔？对，然后越南的朋友，对，还有柬埔寨的朋友。好 ，OK， 没问题。对，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学生都来自东南亚，其实很多非洲的学生现在也很努力在学习中文，而且非常努力，学得非常好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哇，这样呼噜呼噜这样一聊也50分钟了。Beyond 来自一个巨大的岛屿，是美国吗？美国的那个夏威夷吗？这位同学也常常来听我们的节目巨大的岛屿是哪里？台湾还是澳大利亚？
有道理，澳大利亚哦，很好。好 ，OK。金融问贡献这个词啊，你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你就懂这个词，贡献就因为我们要结束了。对贡献的意思就是你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情做出了一些有帮助的事情啊，这个叫贡献。澳大利亚我猜对了啊。好，我们真的要再见了，再聊就1个小时了。对，好，各位同学，我们星期五再跟各位多聊聊了啊。对啊，Daniel， 下次我再回答你的问题啊。OK， 今天先跟大家说再见了，再见，不能再回了啊。好了，可以大家再见喽，拜拜。